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今天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稍待一会呢，还有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先来看到现在呢，中美的稀土战会不会出现了解方呢？川普说啊，习近平已经同意恢复了稀土到美国出口到美国。那这是6月7号的新闻。那现在呢，就有记者问说，能否详细介绍两国领导人就稀土问题讨论出了什么内容？那中国大陆的发言人林健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的问题表达立场了。那具体情况呢，你可以询问中方的主管部门。话讲的是比较保守一点。那记者在继续提问啊，包括路透社也提问啊。他说啊，那中方将加快审批稀土跟相关产品的出口许可，尤其是对美出口吗？那林健他怎么讲？他说，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这次的问题，所以2次回答呢都没有正面回答，那是不是某方面来说也在打脸川普呢？那另一个部分呢，再来看到的就是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之后呢，那稀土仍然短缺，专家怎么看呢？他说，今年夏天啊，汽车的生产恐怕会中断了，因为受到稀土管制的影响的企业75%表示现有库存将在3个月之后呢会消耗殆尽。那受到影响的最大的产业呢为研发、资源、工业或是科技领域，而非民生消费跟服务业所以包括了像是这个研发啦、资源工业或者科技业呢，其实是受到稀土影响最深的行业。那现在美国怎么办呢？美国现在研拟要打造本地稀土的这个磁体供应链。川普正在研究要重启拜登时代打造国内的稀土磁体供应链的计划，将涵盖稀土元素的开采、加工跟磁铁的生产。那未来呢，希望在这个6个月到1年之内呢，增强美国境内的稀土磁体的供应能力。可是这个计划会不会太慢了，也引发大家讨论。那现在呢，中国研拟要放过美国一马。那现在谁在刷存在感？莫迪在刷存在感。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路透社报道，他说中国批准向美国汽车的制造商呢出口稀土。2位消息人士说至少其中一些许可证的有效期为6个月，但消息人士他拒绝透露姓名那因为说这个讯息还没有公开，所以也说不准到底这个数量跟项目，那也不清楚此举是否意味着中国准备放宽稀土的许可程序呢？所以都还有待讨论。那稀土呢，成为全球汽车的软热。英国媒体就说了，中国的商务部出口许可证要45工作天才能批准，因为从4月开始欧洲的汽车商已经提交了数百份的申请，但是呢，只有1/4的获准。那商务部表示呢，处理出口的许可证呢，需要45个工作天，而且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申请还要更久。所以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那这一切的问题在哪里？这一切似乎就是造成全球汽车极度焦虑的原因。所以开始不止这个美国汽车造业急了，包括欧洲也急了。大家都急了，大家都为这个稀土开始着急了。那甚至现在包括了这个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这个包括这个印度的这个钾抗姐。他也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是在扼杀印度的电动车发展的雄心。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Now let's talk about India's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It is facing a silent blockade from China. Production could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Timelines could get impacted. All because of one small component. We are talking about rare earth magnets. In India too, the auto industry says that the clock is ticking. Again, this is not just trade policy, this is economic pressure. China controls the supply of magnets, and this effectively gives them a kill switch for India's EV ambitions. 这个钾抗姐对这个印度的汽车非常的有方向。他说这个是在扼杀印度的电动车发展的决心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制造跟美国制造呢，现在情况到底出现在差别在哪里？英特尔的供应链大会呢11号登场了，高举美国制造的优势大旗那美国的制造业的 PMI 呢跌至6个月低点，交货瓶颈跟关税
有关也撼动了这个产业链。它5月的制造业的 PMI 降到48.5%，为6个月以来的新低啊，低于市场预期的49.3%，也延续自3月以来的持续收缩所以持续在往下探当中。那美国的商务部长强调说什么？国内制造避开关税。那议员就说拿香蕉来打脸，美国根本就种不了嘛。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What's the tariff on bananas? Americans, by the way, love bananas. We buy billions of them a year. I love bananas. What's the tariff on bananas? The tariff on bananas would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ies that produce them. Walmart has already increased the cost of bananas by 8%. But as countries do deals with us, that will go to zero. As countries do deals with us, that will go to zero. But the cost is on the American consumer now and on the businesses with the confusion now. America, and you produce your product in America, there will be no tariff. We can't produce bananas in America. Building in America and paying no tariff is very, very clear. We cannot build bananas in America. 好，美国当然希望说什么制造业通通来回美国，但是议员就说了，我们在美国根本连香蕉都没办法种嘛，那你要怎么样回来美国呢？好，那现在呢，美国下黑手全球的航运巨头说不改，还是要买中国船，包括了全球最大的最大班的这公司。航运的公司地中海公司，他直接说还会持续跟中国的造船厂合作，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造船的领域上面是有竞争力，而且短期之内是无可取代的。那另外一方面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又说，中国制造依然是世界的刚需啊，这是中国的依然市场投资的热土。这个是一样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他说中国制造依然是世界的刚需，中国市场呢始终是投资的热土，筑墙设垒阻挡不了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合作，共享发展的一些坚定步伐。所以我们看到说，在目前中国态度非常明确。好，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这个川普这个稀土方面是不是真的有解了？川普希望有解，所以他跟习近平一通完电话，马上就说这个稀土没有问题了。是，都懂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你看大陆林健的回答就知道了。也就是其实还是要看，对，要看什么？要看你川普到底有没有执行你的承诺。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习近平跟川普在电话里头谈的到底是什么？对，因为不要像我们的总统府在那边胡说八道，我们总统府还说什么芬太尼啊什么东西，人家根本没在讲这个自己掰出来。对啊，自己掰啊，然后说什么遏制什么威权什么发展，人家哪有提到这个事情，根本没提啊。但是问题的关键点就在川普到底让了什么，才让习近平愿意跟他谈？是，因为习近平跟北京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你要稀土可以啊，拿晶片来换啊。那这一次双方好像都没有提到晶片那他到底是拿什么来换？习近平才愿意跟他谈。现在看起来很像是台湾。对啊，因为他有提到台湾呢。对，因为中方有提到台湾问题嘛。对，美方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啊。所以那就表示有提到台湾呢。那提到台湾，到底提到台湾是什么？川普让了什么，才让习近平愿意跟他谈？所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北京的态度就是很简单，就是好，我们谈了之后会不会开放？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要看你川普的态度。就是川普，你到底有没有做出来，让我相信你有在履行你的承诺，我才会开放。是，所以你看现在大陆不置可否，然后他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好像要批准，可是呢，未来会不会一定批准，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关键期的。那川普会做出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会对台湾产生什么影响？这恐怕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担心的。是，总统府不要老是每天出来洗地啊，洗地没有用啊。因为当川普如果真的这样做了，请问你怎么办？也不能怎么办？对啊，那请问一下赖清德，你打算怎么样去掩饰这个东西吗？你掩饰得了吗？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那稀土本来就是重中之重，它对很多产业都会产生影响。美国的汽车业现在已经直接面临影响。日本 Suzuki 的汽车甚至告诉你说，它再没有稀土，我就直接停产直接停产。对啊，它有一款车子就要直接停产。是，没办法，因为我已经没有备料了。Suzuki 算大厂对啊，所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摆在大家眼前的问题嘛。所以为什么汽车制造业这么急迫，很多行业这么急迫，就是这个原因。你看印度的甲亢姐都出来讲啊，虽然他的理由很奇怪，他说你要阻止我们电动车的发展，是。我老实说，在电动车，至少在电动车这个领域呢，印度远远追不上中国大陆。是啊，对啊，连欧洲都已经承认在电动车这个领域，他们是输给中国大陆跟美国了。
那欧洲都认为不如，你觉得印度嘞？印度的电动车才刚刚要起步，他们很有自信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蒋抗姐，反正因为他是讲给他的受众听的，对，他的观众喜欢听这种东西，他就会继续讲，就跟我们的三明治也有他的这个固定的听众一样，他们也很喜欢听另外一套说辞。那 OK 没有问题，讲给听众这个媒体嘛，赚钱嘛。可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看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把印度放在眼中，因为人家针对的是全世界，根本不是针对你印度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自己要去搞清楚这个状况？但是我觉得美国人现在还在自我欺骗，说什么只要他们努力啊，干嘛我们就可以因为半年到一年之间，我们的稀土产业就会起来。你活见鬼啊！稀土产业是这么好搞的事情。美国1990年代就发觉稀土这个东西大概有点问题，然后到了2010年的时候，美国当时大概70%依赖中国大陆，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不行，我们要开始就是要生产自己的稀土，不然的话，将来有一天会被这个中国大陆掐着脖子。是，结果到了现在2025年，你知道他对中国大陆稀土的依赖是90%，也就是经过了10几年之后，他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反而更严重。是。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美国都在嘴炮嘛，他根本没有真的去做他的稀土产业。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我觉得美国人如果不脚踏实地，重新去建构他们稀土产业的话，未来他对中国大陆的稀土依赖只有更深而已，绝对不会下降。好，请教一下聂教授，聂教授你怎么看目前的那个稀土情况呢 ？OK， 光看稀土我这样讲好了。当然，我们等一下先讲美国，再讲中国。我想，日内瓦条约当时在5月10号签的时候非常清楚啊，两边财长在那边谈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各怀鬼胎，各有所需。美国当然要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先看出来就是稀土，而稀土看起来就是中国啊这个以牙还牙最后最重要的一个筹码，是就是它握住了全世界最主要的储量，大家都知道1.2亿的世界储量，它有4400万吨啊，37%，产量又高啊，那它的产量是美国的6倍，储量是美国的24.4倍，但是美国不断的开挖也没有用，最后最重要是精炼加工，中国的稀土的加工力是全世界第一90%，因此我现在要分析一下，我们就顺便跳往哈这个印度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跟美国一样，只要稀土扣在手里，大概你要再把现在科技就算领先，要再往前推，可能会比较慢，而这个握有稀土会比较快。为什么？把这个我们就讲用电动车做例子，实际上所有的航太、军事都有可能。我先讲稀土，当然有民用部分，有军用部分。军用部分在航太军事我们先不讲，光讲民用汽车嘛，电动车，我们都知道从太阳能板到这个不管 DeepSeek 啊，超越 GPT， 那最主要就是像电动车，我们讲绿能，中国的汽车绿能早在2年前已经超过了这个比亚迪超过了这个特斯拉的卖量，对不对？那它的这个绿能就从汽车走进了先进用电动的模式，已经在世界被大家看到。当然它不但是量多，还是价便宜。我要讲电动车的制程，我把它分成有4个 criteria， 4个重心。第一个最传统叫零件部分，叫 part， 它属于什么呢？我们不讲细，叫机械部分。OK， 我们可以生产，用各种的机械器皿去生产。第二部分叫感控的部分，比如 sensor， 你要去感控东西，这跟电子有关。第3部分当然更高阶啦，我们现在讲智慧，对不对？人工智慧等等，你要去在判断，对不对？你在这个多少公里内有多少东西，这可能要人工智慧，这跟资讯有关。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所有的科学，我以前学读土木，又读工业工程啊。好，工业工程我早期就在做传统1980年代的 AI， 是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material science， 叫做材料工程、材料科学、材料工程都一样。我跟你讲，最重要是你知道什么材料能做什么东西很重要。因此，北约的同国他们发现未来的军事，发现最主要的原料里面12项能够跟军事航太有关的，中国控制7项。而稀土是最重要的，它在这个元素中好几种去精炼出不同的稀土。我跟你讲，去精炼出来能够做很棒的未来的制程的材料，这个 material science 真的重要。中国hold在手里，所以我觉得这个制程的部分，中国第一。所以你问我稀土，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当然，您刚讲到一个，我必须说明一下，最后讲一下，您刚讲的很重要，中国态度明确，它现在不只是政策明确，它外交明确，因为他们讲得很清楚。美国你要跟我谈，他为什么拖那么久？他一开始丢了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不要每次诋毁我，像川普1.0版的时候啊，动不动骂我们。对，你说我是好朋友，希望我们永续是好朋友，又跟我很好，都是假的嘛。第二个，你态度不明确，就刚讲明确，出尔反尔，川普就这样啊，对不对？所以他还讲人家出尔反尔，都是他，因为他不这样了，他晶片不给人家，又封锁人家 EDA。
那 electronic design authority， 你又去控人家，人家当然有人家的筹码跟你对坐。当然第三个尊重啦，我觉得尊重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再讲，跟台湾有关。为什么他当时讲 peace unification 和平统一，其实讲到台湾，刚刚有讲到，其实我可以讲那次谈应该有讲台湾，因此呢，中国其实你稀土要放可以，他要的东西包括跟我们台湾有关的东西，他也要 hold 在手里，是明确是。好，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呢？这个中美两国预定已经宣布了哈，在6月9号要在伦敦举行第2轮的这种贸易的这种谈判。是。那从这则新闻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是川普已经100%认输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对，为什么？因为这则新闻的发布哈，到现在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很正式的回应。反而是美国是川普自己在那边大张旗鼓在那边讲，那一副就是其实他这样会这样讲哦，就是安抚他们自己的美国的很多不管是他们的工业或者是民众说，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始谈啦，对不对？你看我已经有绩效啦，对不对？我们稀土没有问题了，稀土没有问题也是他那天通完电话以后他讲的。可是话说回来，你川普敢这么大拉拉跟所有老百姓讲，所有稀土你都100%可以拿到吗？我觉得no， 绝对不是。这个习近平一定会有很多的招式嘛，对不对？譬如说我稀土出口管制，现在听说是同意了大概3到4张出口管制，那我后续会追踪你用到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稀土它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工业之外，医疗也有哈，医疗很多治疗癌症的药必须要用到稀土里面的中重元素要用，那更高一层的包括到军工业。那现在来讲，我基于人道，我让你拿去做药，我也是开放稀土啊，对不对？那你现在车子，譬如说Suzuki，你跟我比较友好，我给你多少量，让你可以生产半年或1年，然后半年以后我们再谈，看你要不要，我再给你。是，所以我觉得就这有点像是喂吗啡，你知道，就是你要我就给你一点点这样给你。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川普这么急的在那边宣布，反正中国在那边这个好像这个稳坐在那个地方，一点动静都没有。是。第二个，我觉得谈判地方也很有巧妙，为什么选在伦敦？我觉得这一定有它的蹊跷。第一次是在日内瓦嘛，我觉得选在伦敦一定是中国挑的伦敦，为什么呢？中国借这个机会让伦敦可以做人情，让伦敦的现在执政党工党他有机会做人情。也就是中国来讲，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不是一箭双雕了，我一箭好几雕。我这件射出去，除了要你美国服气服软之外，不管是在晶片或者是台湾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有关于贸易谈判关税的问题之外，我要到我要的之外，我另外来讲，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软性方面。我可以跟欧盟建立我所需要的关系，我觉得，所以他会挑伦敦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现在新的这种首相工党这个首相来讲，其实他比较亲中的之前是强生在那边比较反中，但是工党他比较亲中，所以中国这次就利用这机会谈判地点我选在你伦敦，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谈判地点跟谈判的宣布，我们就看出来。这个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是赢了。那你说这个美国没有香蕉，种不出香蕉？我跟你讲，美国不止种不出香蕉，它咖啡也种不出来，它咖啡种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跟这个中南美洲去买咖啡。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你怎么去这个卡住所有关口嘛？那你是不是让老百姓连吃个香蕉，连个喝咖啡都要花很多钱？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川普跟马斯克，哇，他们的兄弟情好像开始破灭了。这个被大家戏称是塑料的兄弟情啊。那现在是不是要跟马斯克来和解呢？川普受访时候，他说，他疯了，有问题。川普在接受 CNN 的电话专访时，他冷言的表示，他说，马斯克有问题啦！他说这个家伙有问题，他想跟我说话，但我根本没有准备好跟马斯克说话，因为马斯克是失去理智的人啊。那我们就给大家看这时间轴，到底两个人怎么决裂了。6月3号，马斯克批评大而美法案令人作呕，结果隔2天呢，这个川普就说了，哇，我真的对伊隆马斯克很失望，我曾经帮忙他不少忙啊。那后来当天呢，其实马斯克也说我根本没有看过这个法案。那川普在淫魔艾斯坦普的名单上面，他直接把它写出来。那甚至还直接讲说，现在是不是该在美国成立一个真正代表80%中间派的新政党了？他感觉想要成立政党了，是不是下一步要选总统了呢？所以大家就说，包括这个时候，路透社也报道说，白宫一度试图斡旋双方的关系。那传闻呢，
川普跟马斯克终于在6号的时候有通电话哦。那白宫的知情人士在6月6号直接讲说，哎呀，川普并没有通话计划哦，原本想要传出斡旋，但后来是没有。那马斯克呢？哦，直接回应说，一则支持弹劾川普的贴文。抛出的贴文是要罢免川普了吗？哦，所以呢，两个人看起来关系已经降到冰点了。那现在呢，川普跟马斯克翻脸了。华尔街日报就说啊，川普考虑卖掉他那台红色的特斯拉，因为之前还帮他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S， 结果呢现在考虑要卖掉了。像白宫的一位高阶官员透露，川普正在考虑出售或赠送哦，干脆直接送好了，卖不出去，那用送的好了。哦。今年初购买的这台红色特斯拉，所以你知道两个人的气氛啊，真的是降到冰点。那现在双方其实各有4招，我们也为大家解析啊。那马斯克能砸钱，好，那川普呢握有合约筹码，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看了，包括先看马斯克部分哦，用砸钱打击川普跟他盟友，好，来骂这个川普的施政。那这个川普呢，他也可以终止马斯克旗下公司的跟政府的合约。那甚至呢，马斯克可以用社群媒体来打舆论战。那川普呢，也可以彻查马斯克的移民身份，跟他有没有吸食禁药的这些争议。那现在呢，马斯克当然也可以鱼死网破嘛，我就让你川普陷入争议好了。那可是川普也不是省油的人，他毕竟还是总统，所以要有总统权力可以对付马斯克。那这个马斯克可以运用旗下的企业，可以让川普难堪。那当然，川普他是总统嘛，可以取消马斯克的安全许可，让马斯克跟政府的合作无以为继。好，所以现在让大家两人这看起来已经到了降到冰点之外呢。那全球是怎么大家看这出戏呢？全球在看戏啊。纽约时报就说了，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遇到了强敌马斯克。那学者形容就像是哥吉拉大战金刚一样哦，这个图都做出来了哦，像电影这个哥吉拉大战金刚一样。那马斯克跟川普会预算决裂哦，民主党人支持啊，主持人还 po 这个吃爆米花看戏的这个照片哦，我们在旁边看戏就好了，不管你马斯克跟川普怎么吵，我们在旁边怎么样吃爆米花就好了。那 CNN 的评论人更猛，他直接把头塞到垃圾桶里面。我们看看这段画面。Who gets you in the divorce, Trump or Elon? Let me just tell you what every Republican is doing. I have here's where we are today. We're literally heads are in the garbage can right now. That's the state of everybody I know at the moment. Not gonna lie, it's an ugly day. 好，真的是蛮奇妙的。他说：“这个把头塞到垃圾桶里面。”他说：“川普跟马斯克吵架，我们共和党的人现在就这样子，干脆就不要看到就好了。好，你们怎么吵，把头埋进去就好了。”所以呢，现在传出说，川普跟马斯克现在上演这个分手大戏啊，两党的议员都在围观。那甚至呢，现在赌牌还包括说，会不会川普要关押马斯克？这个是在线上预测平台出现大量的赌盘，包括了这个马斯克是否会取消追踪川普，甚至川普呢是否会将马斯克送到监牢里面的这些离奇赌注都一一上演了。所以大家对这出戏其实关注度蛮高的。那再来，马斯克分手川普之后呢，欧盟说，赶快来，我们欢迎你啊，赶快来啊，甚至2议员都说还可以提供政治庇护啊。所以马斯克会不会转而到欧洲上面去了？大家也引发大家关注。那川普他口不择言挺乌的力道再度减弱。好，他迎接这个德国总理的时候，再发这个暴论说：“哎呀，现在俄乌战争就像小孩子打架一样。”川普透露，在长达2个多小时跟普京的通话当中，他告诉普京，有时候你会在公园看到2个小朋友在打架，他们互相憎恨，试图把他们这个拉开，他们也不想。那有时候呢，你最好让他们打一会再说。那这个俄罗斯当然不爽，他说俄方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对俄罗斯来说，俄乌冲突关乎国家的这个利益情况。好，所以呢，这段呢，我们来听一看川普怎么说。Sometimes, and this is me speaking, maybe in a negative sense, but sometimes you see two young children fighting like crazy. They hate each other and they're fighting in a park. And you try and pull them apart. They don't want to be pulled. Sometimes you're better off letting them fight for a while and then pulling them apart. And I gave that analogy to. 这段出来之后，真的大家会傻眼了所以呢，是不是先让这个俄乌再打一阵子呢？现在美国把这个原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武器先回拨自家川普政府呢，正在原本要交给乌克兰的关键的反无人机装置先改拨给美军，那形同减弱了这个挺乌的力道嘛。那你之前不是说挺乌，这样变得好像做法都完全不一样了。那俄罗斯呢，大规模的空袭基辅，现在酿成了6死80伤。川普说乌克兰自己给了普京的理由，
俄罗斯在6月6号的时候呢，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以及无人机攻击，它涵盖呢包括了首都基辅，还有主要的城市，包括了远西地区等等。那俄罗斯的国防部就说，此次的袭击啊是针对基辅最近的恐怖行动的回应。那川普怎么讲？他说给了这个普廷一个理由。好，那昨晚呢给他们一个轰炸，一个体无完肤。好，我们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这个川普跟马斯克这出戏？现在两个人好像已经到了冰点，那双方各有这核弹级的一个攻防，你觉得谁会胜利呢？其实早在川普一当选，大家就在猜他什么时候会跟马斯克翻脸，是大家都在猜，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个性都是这么独特的人，对，都很强硬哦。对，那怎么可能会一路这样子做好朋友做到底呢？这个本来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果然就翻脸了，对。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搬板凳那个找爆米花？对，因为就是他们两个绝对不会只是翻脸而已，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什么，你知道，都是标准的恐怖情人。恐怖情人，对，都你看啊，现在马上就互相在掀底牌啊，是，对不对？这还是初步哎。我跟你讲，很多人说那个爱普斯坦这个东西，哇，你怎么爆这么大的料？不得了了。其实还好，还好。为什么？因为其实川普自己就曾经讲过，是，川普自己就说过他去过爱普斯坦那个岛上。但是他说，他当时强调，我只去过一次。他一直说其他很多人去过不知道多少次。那一次的内容，大家可能马斯克可能手握这个。对，所以就不知道。那为什么这个本来川普商人说要公布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记录，就公布出来之后全部都涂黑？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在揣测说，川普自己可能只去过一次，可是他的好朋友可能去过很多次，你知道？所以那些好朋友都是他的金主啊。你这个弄出来之后，他们会下不了台。那现在大家就在等啊。那马斯克会不会继续爆料？会不会再爆出更多的东西？因为他毕竟曾经当过效率部部长嘛，对，所以他手上是不是握有很多川普的黑资料？那同样的，马斯克也有不少那个黑资料啊。是啊，川普会不会手上也握？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在等着看他们会不会互撕。我都想买爆米花来吃。对，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我板凳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准备看。对啊，因为大家就等着看戏嘛。那所以刚刚那个才会看到那个影片，为什么共和党人大家都把头埋在垃圾桶里头？因为不知道会发展成怎么样。其实你就去想想看，假设有一天赖清德跟潘孟安两个开撕了，那我一定买爆米花。对，那时候民进党的人就开始买垃圾桶，是，因为要把自己头埋进去，是不知道他们两个会讲什么。这现在就类似这个情况。那当然，我必须说，很多人的想法大概也跟我一样。我等了一个晚上，就等这个大场面。没错，对啊，我就要看他血流成河，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继续看。可是问题是，川普其实板凳也摆好，他爆米花也买好，为什么？他也买爆米花。对，因为他现在看俄乌战争就是这样看的，他也是在看戏，他在看另外一出戏啊。对，他告诉你，他已经不准备插手，他准备看戏了。好，请教这个聂教授怎么看呢 ？OK， 我觉得爆米花还不够啊，我觉得这个戏可能会走一阵子，所以我还希望有点可乐。那酷热当，你知道看电影还要可乐嘛？太干了。追剧了哈。对，我觉得很有趣啊。那个川普先讲，最后讲那个川普说，俄乌好像是在 park 里面，就是 fighting in the park， 对不对？我觉得现在有两个更小的小孩，更幼稚的幼稚园小孩在那边呢。arguing in the park 就在那边吵架，你知道，过程中吵架。那这两个，他们两个是在政商的高层啊，我们当然不能说他就是小孩子。我们知道夫妻啊，再怎么吵哈，在家里吵完，在外面还是假装一下手牵着手，让外面人不要太看笑话。尤其在国际间位置这么高的两个人啊，世界不但看笑话，而且会把美国看衰了。我跟你讲，不好听，现在他的真正敌手这么多，我们不要讲他的这个最大敌手中国啊，俄国还有各个地方真的都在看戏啊，都可能要等着可乐来喝。我先讲一下哈，你刚刚讲他们就是好像什么叫塑胶什么友情，对不对？就如胶如漆，塑料友情都分不开，对不对？可是看起来现在真的危险了。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说，因为你说他们两个谁会赢哈？这个当大家分析我们不知道，但重点是你再多的这个暗资料要去控对方，这个量多不是重要，是值谁的这个武器比较厉害，比较重要。我们先看一下嘛，到底川普握到他什么手里？刚刚讲黑资料，他看起来就是移民身份，到底这个马斯克移民身份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呢，是他这个吸食禁药到底有没有？这个当然如果有，当然他也会攻。可是他的位置比较没有关系，但总统是一个大位啊，他只要用一个，他之前用了一个就是淫魔啊，
开玩笑，1953年出生，2019年往生这个Epstein 啊 ，Jeffrey 这个 Epstein 这个人很特别，我们学财经都知道，他在2008年，当时在2006年 Bear Stearns 出问题以后呢，当然后来被 JP Morgan 并去，他当时就 Bear Stearns 里面一个主要操手啊，他自己也成立了个 Epstein 这个控股公司，这个人蛮厉害，可是呢，这种有钱人很厉害，会运作，甚至想长生不老，怎么样呢？当时做了很多我们讲阴谋的来由，大家去上网就知道。像这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但这个 list 里面，有川普，这不得了啊！所以马斯克里面有一招叫做什么东西？用舆论来打击他，这个舆论是蛮大的哦。所以我觉得这打下去，其实川普会怕。那当然，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那马斯克为什么那么的这个肆无忌惮呢？因为跟他这个外星人的特质有关啊，因为他想登外星嘛，因为他真的是不太怕，因为他已经做到了一个，我觉得他的产业科技已经到可敌国，而且他不一定只要靠他自己在地的美国，他甚至想跟中国一些合作。他去中国多少次，你知道吗？今天打击了这个，你搞不好有其他国家欢迎他。他如果不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这么强的话，搞不好会出问题。欧盟应该对我先讲个重点是，马斯克这次为什么这样？他去斗举的时候是合理的，他在第一个月的时候真的把他们省掉1000多亿。可是他发觉我帮你省钱，帮你弄，结果你在大而美，你这个3个 B 啊 ，Big Beautiful Bill 呢也伤到我。还有呢，你之前的那个法案也扣到我的企业税。还有一个重点啊，我觉得就是他的中心内阁发觉跟他都不合啦，就是他旁边的好几个从阿罗路用都跟他吵过，而且川普是支持他们，而我当时帮你那么多，当互相说都帮，谁帮谁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美国3大块，一个他的中心内阁，一个东岸的。我们讲金融界，可能川普还能握住。矽谷那边不一样哦 ，Fence 也是当时马斯克为了支持他把他拱出来的，所以他有机会说谈和你让 Fence 出来哦。因为在科技这一端，他可以握有他这个，我讲Elon Musk 握有他的这个操守，所以我觉得这个鹿死谁手，我们就吃爆米花，再喝点可乐，慢慢观赏一下。是好，请教厉将军，爆米花买好了吗？我没有买好，我非常忧心哈。我觉得乌克兰快灭国了。乌克兰快灭国了。对，是。我们这件事情，我跟大家用时间序来梳理一下，你就知道乌克兰泽伦斯基现在的面临的险境有多危险。我们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是6月1号。所谓蛛网行动嘛，打了所有的大概他自己说是40几架，后来证实大概只有20几架，但都是战略级的轰炸机，对俄罗斯来讲打击非常大。是。那6月2号那天，这是6月1号，6月2号那天，我很压抑，对不对？这个俄乌双方照样举行和谈的谈判哈，然后普京来讲完全没有讲话，完全没有动作，就代表说后续一定有大事。果然没错，在6月4号。来讲的话，普京打了一个电话给川普哈，那电话里面，我现在反过来推测，双方一定讲什么，就是他已经动到我的这种踩到我核子打击的这种红线，就因为他攻击的是我的核子武器，我这个图就我当初摆到那边，就是跟你们北约讲说，我不会动用核子武器去打你北约，所以我才将图9摆在这么远。那我现在，而且我还亮在这个停机坪里面，让你美国卫星可以看得到，证明我没有要用核子武器，让你安心。结果你居然让你的小弟来炸我的这种轰炸机，那你现在要给我一个交代。如果你不给我一个交代，对不对？我就动用我核子武器0.5当量或者1.0当量的这种战术型核武来打击乌克兰，我一定这个面子我一定要讨回来，我一定要有所行动。我想这是双方讲的话，然后我认为说是川普这时候会跟他怎么讲，说那这样好了，我把无人机的反制措施撤回来，放手让你去打。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紧接着在昨天晚上，这个我们现在这里的新闻讲的就是说，这个川普已经将这个无人机的反制武器已经从乌克兰撤回来。人家在打仗，你叫人家去打仗，你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把无人机的反制装备撤回来？那你不是摆明了就是让俄罗斯好好去这个如入无人之境去打乌克兰吗？这是第一个。那你看看。大家不要认为说是川普在那边讲风凉话，说2个小孩在打架，让他们再打一阵子。他就是因为接了电话以后，他说好，我就开绿灯，让你俄罗斯去打一阵子。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就是让你这个普京来讲的话，不要动用核子武器，不要动用核子武器来报复。我觉得双方谈的条件应该是谈这个。所以说是后续来讲，我们看到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为止。整个我们新闻报的不大，但是乌克兰全境现在正在遭受无人机无情的攻击。但你看他打得非常精准了，这么大一场攻击下来，只有几个人，只有6个人伤亡而已哦。所以他纯粹是打他重要的军事后勤设施，而没有对民间的设施来实施打击。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来继续讨论。
家全球都在看的是美中对话。川普、习近平通话之后，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还有前一段节目我们讨论的是，那台湾又会被当成砧板上的什么菜单吗？不知道。但对于美中贸易代表来讲，马上又有下一波的时间要开始谈判了。9号在伦敦展开了第2轮的谈判，前一波在日内瓦一个阶段之后，由川普跟习近平再度的定调，马上由 Trump 他自己所宣布的，在平台上告诉大家的是说，双方会针对由贝森特啊、商务部长啊，大家一起去谈双方的会面应该会非常顺利。显然贸易协议他很满意这一次跟习近平的谈话，尤其是媒体问，习近平是否已经同意稀土啊？他最关心的事情进到美国来了。他说是的，习近平同意了。通话之后呢，大陆向美方的3大车企提供了一个临时性的出口许可证，看到用字遣词了，临时。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今天你守信用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不守信用，还是接下来有任何谈判的不顺利，临时反正只是临时嘛，随时可以暂停。至少他用字还比较诚恳一点。所以稀土磁铁成为关税战的焦点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电动车重要元素在美国几乎是零产量的，所以从20多年前汽车半导体大批的大举迁到大陆去中国之后呢，全球每年生产大概20万吨的高品质稀土啊、磁铁啊，中国占了90%。美国德州的业者今年要恢复生产，如果没有大陆的这些稀土可以进口的话，几乎就要停摆了。川普为什么这么急着通话？当然，这些关键都在其中被说是拆弹。那习近平手上握有的这个筹码看起来是比川普多，除了稀土，那还有制药所需的原料等等，都要等北京点头。川普的101招说被一一破解了吗？这是在媒体的分析。其中呢，美国商务部长说要派特工到中国去干嘛？他说，为了确保企业遵守到中国晶片销售的限制，不准卖给中国大陆的晶片，各种转口都不行。所以呢，他要派特工2个人，特别到大陆去加强执法，落实出口限制。我很难想象他的这种天才的想法，因为商务部人家国家有国家的机制跟国家的这个权利，你2个特工去，他要配合你办理什么，在入口进口的时候就加以稽查嘛？那这样的天才的想法，大陆会接受吗？让美国暂停核设备出口到中国大陆去，贸易战扩及到供应链，预料也会影响核电厂零件设备出口。双方还是在不管是台面上怎么谈私下的各种你来我往没有停过。这个报道形容叫做美国下黑手。全球行业的巨头，这个却还是不改他的原本的订单，还是要买中国船吗？这是南华早报的报道。他说，美国针对这招其实蛮狠的，跟中国有关的船只要是中国相关，就入港都要收一笔高额的服务费，这个费用蛮高的，所以你停靠越多次，就有越多的费用要缴交。那因此呢，大家要犹豫啦，那我还要买中国船吗？那我还要挂中国牌吗？那包括了全球最大的轮船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他们思考之后，还是认为在中国目前造船领域的竞争力无可取代，所以仍然得继续用，即使要被收这个停靠的费用。所以看起来这一招也不见得可以发挥效用。那甚至美国的企业呢，川普直接当着他的面，这个库克嘛要求苹果的厂全部迁回美国去。不止库克有太多的美国的企业厂的制造都在大陆。那现在美商怎么看呢？那么大部分在中国经营的美企这个困境，大多数受访都选择要留在本地经营，不打算回流美国。当然是供应链跟成本的考量啦。所以说，大陆的多手段解关税这一题基础就在民间交流跟企业之间的交流。以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中国外汇的储率，5月底呢，黄金储备是7383万盎司，比4月底的时候还增加了6万盎司。告诉大家说，连续的除了卖美债，还要增持黄金。那例如像这种国际之间民间的交流呢？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例子网红现在又有一个 NBA 的球星叫做文班亚马，展开环球之旅，也到了北京去，他唱中文歌有意思了，来听听。Good luck, all the students. This is Victor Wembanyama. I wish you the best luck on your exams to all the students. 高考加油！
不讲，我真的听不出来是费玉清的那首歌。好啦，那人家有诚意就好，尽力了。将军怎么看？现在在美中开始对话，进一步各种的谈判要展开了，当中的各种角力。你想，中国大陆吊美国的胃口吊了100多天了，吊足了，那一定是美国答应中国某些东西，才会让习近平跟你谈。什么东西？中国只关心一个台湾问题。那川普最关心就是稀土，因为稀土的饥饿现象已经现了，日本一家汽车厂停了，那下面你美国的汽车厂能停多久？你的储量不超过2个月，那是马上很现实的问题哦。汽车工业一旦停业以后，你想恢复，那不知道哪一天哦。欧洲也是一样啊，因为电动车是未来汽车的趋势，但偏偏缺这一位，所以川普讲说：“哎呀，电动车的问题，稀土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只解决了一个口头承诺，就是说我暂时批准哪些稀土可以分4个领域来批准。你解除我晶片业的管制，我给你晶片业的稀土；你解决我这个汽车的这个销量的，能不能让电动车进口的，那我就给你一点汽车业的稀土。你如果说电子业的，不管你是 iPhone 也好，你什么也好，你要稀土的，我可以叫你解除对这个管制，还可以拿来解除你一些关税不平等条约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致命的东西，因为这个缺货2、3个月的巨大影响力就会显现，更不要谈军工业。你知道，中国大陆很早以前就想要超英赶美，你国家防卫力量最主要是军工产业，现在不错，6代机啊，什么飞弹都有些突破，但是你跟实力雄厚的美国的比，你还有一段时间要赶。那么稀土如果挡了它6年到8年，那你是真的可以超美。这个时候，美国也没有办法再用什么军事威力来吓阻或者来勒索你什么东西。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对这个稀土的暂时批准量，它的追踪用途一定管制得更严，它绝对不会容许你汽车业拿了稀土就给军工复合体。所以这个问题啊，它是慢慢一点的释放。你看那个商人做生意啊，我也不能让你断根，你断根以后你就奋发，就像华为被人家断了以后，他拼命花钱研究，慢慢突破。我要给你一点，你又舍不得去重新搞，但是你又舍不得这一点，就把你养的，这个就是商业上的做法。所以我可以预判稀土将来跟美国的交易是点点滴滴，还管制你的最终用途。这样才能换到整个关税的平等。如果这一关打赢了的话，欧洲各国都是群起而效之，跟你美国有的谈了。但是中国大陆也可以展开你跟欧洲的商贸谈判。你欧洲汽车也要我，欧洲晶片也要我，欧洲的军武也要我。所以很早以前我在电台就讲，稀土是一样最有用的东西，因为是大家没有办法在短6年到10年里面找出它的生产链来。稀土不是说一次就炼出来的，它有10几种不同的稀有金属，它有10几种不同的炼法。你有产地有产品，你没办法提炼，因为它每一样有每样的独立工法。在什么样湿度、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气压下面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这就是独家之秘嘛。所以我讲，稀土这个仗还有的看，而且很好看。川普是内忧外患，最要命的是这一关。我发现全球都学会了如何因应川普，因为川普总是讲话很呛、很狂，但是政策可能明天就不一样。这次搬了楼梯，找到了跟中国大陆对话的这条路。那接下来当然还有其他，还要派什么人特工到大陆去监管晶片。他这一仗总算找到楼梯啦。找到楼梯，但是他还是嘴硬西洋也脆背还是嘴硬。那这个呢，我来补充几个小事啊，然后再来谈一个大局。所谓的这个稀土，比如说像磁铁，磁铁不只是汽车的部分，所有的工业只要用到马达，只要用到电动马达，就非要这个玩意儿不可。那整个的
精密工业的那个生产母机就搞不出来，是不是？再过来的船，为什么美国这样子恐吓？为什么这个船东还要向中国订？这不是未来要抽多少，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抽嘛。可是有一个问题，价钱中国便宜。对，比价钱更重要的是交货时间。哎，准哇，这个对生意人讲，交货时间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所以咬紧牙关也买中国货，赌川普会变，不是赌川普会变，赌美国会变不可。对，川普能干多久？对吧？他会变不可。这个是我们从小的，那事实上我们再从大的格局来看，我们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套在谁的身上都是合适的，就是高估自己，低估对手，错估情势啊。这一句话，你有没有？任何事情只要发生，又套上这一句话，都可以找到根源。美国，他不认为一个握有90%稀土矿产能力的中国，还有炼货的产物啊，比如说铝产生的铬啊，这种不是你有钱就可以搞到的东西，那他就认定你中国不敢，就算你敢，我也可以把你压制。就是他非常的高估自己，低估对手。就如同台湾一样，高估自己，然后认为大陆不敢，大陆不必，美国必来。这我们不是这样子来看的，因为假如这3点都拿掉，那台独就不要讲故事了嘛，因为是假的。同样的道理，中美之间呢有战略性的大局博弈啊，而不只是战术性的对立。什么叫做战略性的大博？基本上东升西降，这是一个趋势了嘛。亚洲、东南亚、东北亚合起来加上中国合起来的经济体，绝对是世界最强的经济体之一，这个改变不了了。美国升，中国升，美国这样，这个局不会变嘛？这就是个博弈的大局。这个大局底下，你去做的只是小小的回应啊，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来看看呢，再来看，除了整个的大势这样以外啊，两个的博弈大局里面还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叫中美，你把它拿来比一比，比的东西可多了。那我们就简单的比2个，第一个治理体制啊，跟治理绩效啊。那美国现在是乱的一锅粥啊，对吧？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哇，那个是世界级的大精彩，乱的一锅粥。可是中国大陆相对它的体制，让它稳稳的可以全国一盘棋，照它的规划，照它的步骤来运作。再举个例子，美国承受到的压力，政党的压力、利益团体的压力、选民的压力，然后即将衔接一大堆啊。那中国大陆最少在这个部分，它所承受的压力可小多了。那不是很长啊，就100多天，就半年，中国大陆承受得起，美国呢可能是承受的压力呢承受不起。这我们讲大局就是这样子，大局的博弈。好，那我们来看呢，它不只是一个怎么样子呢？小局的这一个怎么这个处理啊？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讲我要断你的核电设备，核能是开啥玩笑嘛？中国大陆所有的核的发展是从0到100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他从来没有，苏联也不希望他有啊。美国当然更不会支持他有，他完完全全摸索出来，而且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我不晓得他要去限制他什么，限制台湾 OK 没有问题，限制南韩没有问题，限制中国大陆，我怎么都瞄不起耶。还有呢，就是主持人讲的，派2个特工要到中国来，就我看到那个电影啊，电影里面那个 CIA 有没有？就在世界各地啊。带着枪啊，好像可以干掉所有的事情一样啊，没这一回事。为什么？芯片很明白的告诉你，5奈米中国大陆造出来了，3奈米的设计也出现了，剩下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大部分的芯片是用的是小奈米，是在小的机器上，大部分还是在大的器物使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就不晓得美国还有多少胜算，除了投降以外，没有第2条路了。严老师，所以结论很多美企就直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自己想办法走自己的路啊。那其中中国大陆这种民间交流力量是越来越强的，刚好相反，美国要把人都赶出去。我觉得很简单看嘛，你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美国这些企业会愿意放弃吗？当然不愿意嘛。他们觉得我们在这里啊，总是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说被
大陆被控告说强迫技术转移，但是他们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技术转移，我可能未来慢慢会流失这个市场，但是我要先抢先一步，先把那个第一桶金给赚到，第一笔赚到啊！如果我今天听了川普的话，或者听了Rudnick 的话，我跑回美国了，结果别的公司进来了。哎，川普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啊，他说我们为什么企业在中国不能贿赂就是不能不要贿赂，我们叫什么回扣啊，给中国公司啊，那么管得那么严，结果呢，欧洲公司都可以这么做，害我们竞争没有力量啊，没有竞争力，所以川普要把这个废掉哦。所以你是知道，生意人那温巴亚马也是一样啊，这个球星才21岁啊，又高，然后又灵活，又能够投3分，又能够这个封锁这个打火锅，这么好的球员，他当然看到他的市场在哪里。哎，大陆的买起球衣、买起球鞋，他当然会代表多少的商业的利益，他当然会看到嘛，对不对？那因为刚好大陆现在又没有姚明这么高的了，在 NBA 打，那现在大家都转移到 NBA 这种年轻一代的球星，他当然知道市场在哪里，所以最后的结果你看。包括美企也好，包括这个 NBA 的球星也好，这些人都一样，大家都知道我要赚钱，我要到哪里去赚啊？虽然好像大家觉得说，哎，大陆跟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不能比，哎，可是他如果今天人口是你的4倍的时候，是有机会的哦，3倍多4倍的时候，还是有机会把这个积少成多嘛？那为什么就好像以前可口可乐那些刚开始大陆开放时，他们说哇。看到大陆的市场，他只要一人手上喝1瓶就不得了。那后来有人就说，他说可是他们很穷，他说我不要他们100%的人每个人喝，我只要他们1/10、1/20的人喝就够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没办法改变的，就好像我们台湾以前为什么受了美国这么大的压力，还是要把东西卖给美国，因为美国。我必须说，现在大陆的消费能力也不如，对，早就已经不一样了，好吗？也不是您讲的这么的差了。对，现在当然是强了。我的意思就是，消费力强，很凶悍的。你知道，就是当你有这么强的消费力，别的国家发现说，哇，我卖到你这里来很有机会的时候，大家都要抢着进来嘛。是，接下来这一题应该是我们今天来宾觉得最触笔的、最好笑、最好讨论的话题，因为我们好像在看肥皂剧，而且这个是政治人物跟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他们这些作为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美国媒体给他们封的这个标题非常有意思啊。川吉拉、马金刚嘛，因为都已经有图了，科吉拉跟金刚的对抗哦。白宫澄清说，昨天传嘛，川普有要跟幕僚帮忙和解啊，要跟马斯克2个通个话啊，好聚好散嘛，不是都欢送了吗？怎么搞成这样呢？结果川普否认，我没有哦，我近期呢都没有根本没想起马斯克这个人。这个可怜的家伙有状况，接下来好一阵子我不跟他说话了，这很像小朋友吵架吧？真像小朋友哦，是不是？又是一个国家领导，美国的总统说，我最近都不跟他说话，是幼稚园小朋友才会有的行为。那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川普上任之后手遇强敌呀，哇，为什么讲哥吉拉大战金刚啊？为什么能够跟川普可以对干得上的？应该有一个看展，叫做过去擅长威吓、羞辱，用一些言辞上我们讲不出来的那种人家的批评人家的对面讲人家的话，我们讲不出来，他讲得出来，而且很到位。但利用社群媒体啊、总统职位那种实力随便一个发文都可以碾压别人的声量，反对声音就被他压死。马斯克可不是好惹的，他有 X， 还有2.2亿的追踪者，社群影响力足以匹敌，甚至超越川普。他还有太空NASA 所以这个。他们的图，纽约封面很好笑。这是纽约邮报的封面是 I had my ex 一个心破裂了，这个我看到这个图快笑歪了啊！这是他们的媒体的封面哦。然后哥吉拉大战金刚，哇，这个厉害，很精彩。川马的决裂点
还有产生在美国干嘛？投注啊，有离奇的赌盘开始发生了哦，投注各种可能性，例如有人投注川普的 S 账号会在下个礼拜5就被停权吗？还是他先关掉 S 呢？倒过来谁比较厉害？马斯克会创建新的政党吗？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马斯克已经在自己的平台上面投票了。对，8成。对。而且马斯克这个人呢，他说要上太空就上了太空了，他不是说而已的人。那川普会将马斯克关进监狱吗？我也觉得蛮有机会。到底这2个人谁比较厉害？2个人都很狂，他们做的事都是你想不到的，所以说不定赌盘还没压到，他们就做了你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呢，维基解密就特别密铺了为什么川普跟马斯克翻脸的原因呢？是说居然呢，川普想要建立一个全国人民监视系统 AI 数据平台。那川普这种方向刚好跟自由主义派的马斯克，其实马斯克他做 AI、做科技、做 NASA、做卫星，他一定有能力做，但是他反对啊，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渐行渐远，我们真的不知道了。我总觉得也不止于此，但这种内斗被叫做是看笑话的心态哦。川普总统呢，他旁边这个马上 Vance 副总统。表示忠心，他就说，他特别表示，川普总统为赢得他所领导了运动阵营的信任，做的比我有生所见的任何人都要多，所以我很自豪能够跟他并肩作战。哇，真的是也只有他们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我们都做不到。好，所以川普跟马斯克发生这种公开的纠纷呢，全球大家看笑话嘛，各国怎么看呢？中方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他们只回美国内政，俄罗斯官员就没那么客气了，他就笑着说，俄国的资深国会议员说，如果马斯克需要政治庇护的话，俄罗斯可以提供，欢迎他来。那俄国的国安会的副主席也说，克里姆林宫准备协助马斯克跟川普达成和平协议，是够酸了吧？因为川普还说要把先前买的红色的特斯拉卖掉，所以就小朋友吵架到这个地步。那川普之乱，好吧，他只字不提马斯克啦，他脸书他的 Truth 上面发表哪些谈话呢？继续要联准会主席鲍尔降息，他这一次直接点名了，人家欧洲都降息10次了，我们至少要降一次1个百分点吧，已经这样讲了，要帮火箭添材料。看起来鲍尔会听吗？不一定，不知道。但高盛警告的是，全球对于美元的配置都过头了，叫做启动了红色警报。美元现在可是这个风险指数不再是像美债，都不再是个降低风险最安全的一个机制，所以川普继续钢铝关税要调到50%，美国的进口成本已经破了1000亿美元，所有的在波士顿顾问公司估计里头，将会是本土的制造业还有相关产业里非常重大的灾难。而美国商务部长强调呢，我们全部美国制造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就可以避开关税啦，就像他刚刚讲的，派2个人去监督晶片就好啦，就解决问题啦。但这一段被议员打脸，听听他们的对话。Tariff on bananas. Americans, by the way, love bananas. We buy billions of them a year. The tariff on bananas would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untries that produce them. And what's that tariff? Generally 10%. There's no uncertainty if you build in America and you produce your product in America, there will be no tariff. We can't produce bananas in America. Building in America and paying no tariff is very, very clear. We cannot build bananas in America. 在国会讨论香蕉也很荒谬，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逻辑就基本上行不通。香蕉要在美国制造吗？工厂真是想太多，就是种不了啊。那现在还传出来要保护美国免受摧残，传出川普政府会大规模取消加州补助，那立刻因为民主党的地盘 ，CNN 就报道了，马上要下令盘点可以被取消的补助项目，先一个个来开干。我相信特斯拉是第一个啦，然后再来就是哈佛，然后川普底下反对党民主党所有的地盘，通通都要删，甚至要大删加州联邦补助。纽森直接讲，我们倒贴800亿美元好吗？加州人一直为联邦政府支付账单，所以呢，这个800亿美元大概台币2.3兆，是我们收到资金还要更多，还要缴给你。这个情境跟台湾有点像，看地方预算，跟你意见不合，我就砍你预算。将军，这个你知道美国这个议员为什么拿香蕉出来做比喻吗？香蕉是美国最便宜的又喜欢吃的水果，而且你要到纽约第5大道有一个
Banana Republic。有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很通俗、很大众化的，就是人家都喜欢买的。他拿这个打你，这个玩意你用关税怎么挡啊？你能生产吗？因为美国的香蕉都来自于南美洲，路途又近，价钱又便宜，只不过是比台湾香蕉难吃就是了啊。这个问题啊，美国动不动新产业给我搬回来啊！你知道，任何一个投资者，我要投资一个工厂，投资一个生产链，第一个考虑你的基础建设、交通、陆海空的交通、空港、海港，这个陆地的铁路、公路够不够？第二个要看你工人的素质跟教育程度行不行？为什么不能在印度做？为什么要在中国做？这个上面很讲。第三个，工资要合理，要低，对不对？比你美国低。第四个，电力。中国的电力是你美国的6倍，而且美国的电网很糟，你记不记得上次德州那个电网出个事，搞几个月啊？这很恐怖啊，对不对？第5个，你的政策能不能配合？美国的政策里面，第一个，工会很难搞，环保也很难搞，上面配合的是你私人企业，我国家不管，国家什么奖励都是效率是一大问题。所以我们是站在投资人的立场。他要不要把工厂搬回美国？很简单嘛，对不对？能搬回去的就是我有机器人来做，那美国失业人口更多，所以这个问题哈，美国这个政策是川普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内忧外患。内忧是什么？美元变弱势，美债出问题，通货膨胀迫在眉睫，制造业回不来，选举支票通通落空，除了一个遣返移民有一点成效以外，其他没有一样是成功的。再加上马斯克的分量绝对是哥吉拉跟黑金刚。为什么？马斯克是天才型的商人，而且是个成功的商人。川普是一个奸商，靠破产，靠漏税，靠逃税。这个2个人的融合是当初有一个共同理念，要改革拜登政府。现在你这个大而美的这个税法一出来，马斯克说：“我做了半天都白做了嘛，我挨骂，我挨打，公司业绩丢下去，股票跌了，汽车被砸了，就我辛辛苦苦砍了这几天，才1700亿美金。你那个 big and beautiful bill 要去掉几兆，那我不是白干嘛？再加上那个 NASA 的总经理换了，不是马斯克的人，那你说？”你川普马斯克凭什么跟他2个对干？他当然可以。我有 X 这个这么大的频道，当初字节那个跳动的，川普都不敢把它封掉。这个 Sport X 那是多大的一个媒体啊！第二个，你不是吹要做 Golden Dome 吗？精穹防卫系统，你离得开马斯克的心链吗？你离得开他放的探空火箭吗？你没有，你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马斯克有足够的能力跟你对干，何况他有的是钱，他可以策反你的共和党的参议员。所以川普现在是内忧外患，还丢脸。是，我觉得如果这2个人放狠话，我是比较相信哥吉拉还是相信金刚呢？我相信马斯克绝对比较办得到。当年他说他去 NASA 请教，看过好多他的管理书哦。去 NASA 请教我要怎么建一艘太空梭，人家不告诉他，回去自己研发，人家上了太空了，现在有星链了。那川普放这么多狠话，哪些做到过了？这个金穹计划，假如没有马斯克，只有穷。不会有金，这我可以跟你保证。金只在他家屋顶上，对，这不会有啊。那我们首先呢，先价值中立化来看，就我们先不论谁是谁非，把2个比较一下，你发现很有意思。一个是全球最有潜力的总统，他拥有促使的平台，对吧？那呢，他也有相当大的粉丝，占有可以使用潜力的优势。对吧？这个平常心讲，你是这样要去找第2个，还真的找不到呢。可是他的对手呢，也是全世界的首富。那拥有 X 平台，他唯一的弱点是民以官斗啊，民倒霉，没有权利，就是这样哦。其他的他没有地方输给你。
所以两边这样合并起来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两个人的差别。这马斯克当时他确实有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要干什么？是希望美国能够开源节流，才能够顺利的走出美国的伟大。所以他把眼光放在未来。可是呢，马卡是把眼光回味到过去啊。这是两个人在思维上很大的一个差别。不止如此，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一个做法里面，他现在是提高关税谁承担？高收入人无所谓啊，这中低收入是很惨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又要大减税，对户人减税，对企业减税，理由呢是增加就业机会。这个站在大家的眼光来看，你这个是完完全全改变，让人家没有办法来接受了。所以这样之后，我就要把它统计一下，你知道吗？这一场有趣的，好像男女分手，他们甩样子的啊。一颗心破了。6月3号，邮报的对，6月3号都有6月5号，只有3天的时间。然后6月5号的12点到下午的4点，就4个小时，也就是说3天加4个小时。以下我把过程简单跟各位回忆一下。这个你觉得除了不可思议还是不可思议？那原因呢，就是6月3号的时候，那么马斯克先发文说你这个大美丽啊是一个大灾难。那时候川普还忍着。可是呢，到了6月4号的时候啊，那么他鼓励群众要打电话到国会施压国会不可以通过。这个时候大概那个火大概已经到了一半了，川普的火已经到了。所以你说明明是要来拆我的台嘛，就如同当年呢，他鼓励群众去支持这个川普是一样的情况。然后到了6月5号的中午刚好德国的总理去在白宫见了见了川普。那德国总理送了他一个礼物就你祖父在德国的出生证明。那不晓得这个刺动了他的哪一根筋呢？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发表了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马斯克什么了不起？他的所有的财物就来自于我的补贴没有补贴，他不可能有这些事情的。那这个时候呢，12点15分，马斯克就回应了。那什么样子？他讲的都是假话。12点46这马克思又讲了，说没有我他赢不了。2点47分的时候然后就什么样子？这个换川普来讲话了，令人讨厌的家伙。然后到了3点10分的时候就爆出了一个，就是艾伯斯堡档案。这个我们都回顾过了，对。对，把它拿起来就是这样子一塌糊涂嘛。是。所以最后我们来讲呢，范斯是莫名其妙被打了一棒或者范斯说他是最好的继承人，范斯吓都吓死了，赶快表态，他是他最好的继承人，我跟你并肩作战。一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绝对是一个大灾难。因为这个灾难可能还说不定刚开始。严老师，这2位本来翻脸只是兄弟，还是那个一颗心被剖成两半这个邮报是这样形容的。可是想不到这个杀伤力，一翻脸所要爆的料，核弹级的，如果一波接一波，其实会毁了这个宝座的威信。我觉得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川普说大而美的法案那媒体现在把它讲成是 big and beautiful break up 大而美的这个破裂，心都碎了，对，分手了那真的是就是这2个人，刚刚主持人讲像小孩子一样这个放话，我以后都不跟你讲话了，我又不跟你讲话了，你们都是讲，然后我根本没有想到你。我才不想你，我都不想你了。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不能怪我川普是这样讲的。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川普做这些很幼稚的动作，我觉得还被别的国家来吃豆腐。你看俄罗斯想说，我们以前给过史诺登所以现在如果马斯克要来，我们也欢迎我觉得就在看笑话。我觉得川普，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美国的公民川普说要让美国人这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觉得我没有变成很伟大我觉得我现在变成全世界的 laughing stock， 变成一个笑柄了。那为什么我需要这样？然后连我的旁边好邻居，过去跟我来往很好的加拿大人，现在看到美国人就说你不要跟我提美国人了真的是这样。我去了加拿大，他们非常的讨厌美国人你看他们现在进口少，就出口到宁可出口
变成逆差了，因为他们要赚很多美国的才能够弥补这个。可是现在他们第一次出现，所以你就知道很多国家是不愿意吃川普这一套。可是川普脑筋，我觉得还是没有想清楚，就是说你今天继续玩这个游戏啊，大家会腻的。而且，我还是认为今天马斯克他自己啊，可能也有一些就不检点的行为，可他不是美国总统，你川普是美国总统。